这是一个沉睡了将近100年的刮胡子技巧，它一直被人误解，但其实是排名第1的终极刮胡子手法，它就是秘技 Super Gillette Slide。 嗨，我是 Jasper。 长久以来，大家认为 Gillette Slide 系列中最后一种方法是 Blade Buffing， 其实并不对。我们先来了解 Blade Buffing 怎么做。Blade Buffing 是用轻、短、快的方式，让刀片在皮肤上来回滑动。刮胡子的全程不要抬起刀片，刮一小段之后，稍微把它拉回来一点，再推出去。借由这个一直拉回来、推出去、拉回来、推出去的动作，产生冲力，把胡子推倒。如果把 Blade Buffing 拆开来看，要诀是轻、短、快。轻，尽可能使用最轻的压力来操作。刮胡子的动作大部分都是零压力，这点没什么问题。短和快这2个动作要放在一起来看，借由比较短的行程，快速的来回反复产生冲力，增加刀片推进的力道，借此提升切割力。这个动作就像起跳，跳起来，借由弯曲膝盖，把身体往回拉一点，储存动能，增加起跳的力道。Blade Buffing 就是利用把刀片往回拉一点，制造冲力，来增加刀片的切割力。特别是胡子生长比较浓密的区域，刀片刮到一半会卡住，用 Blade Buffing 可以摆脱这个问题。Blade Buffing 并不是像 Gillette Slide 借由斜切的动作增加刀片的切割力。Blade Buffing 比较像是大力出奇迹，刮不断的胡子我就加大力道，大力一点就刮得断了。我们在第2集 Gillette Slide 讲过，用显微镜把刀片放大来看，刀片其实是锯齿状的，它本身就是一把锯子。你不应该拿锯子来砍东西，应该要用刮胡刀来做 slicing， 而不是 chopping。 所以 Blade Buffing 使用冲力，用像锯子的刮胡刀强行把胡子拉断，不算是很好的方法。你应该更注意的是被拉扯的皮肤。各位有拔过草吗？把草硬拉起来，皮肤就会像土壤一样受到伤害。Blade Buffing 实际操作起来很难做得好，问题出现在快这个动作上。动作一快，你就不能控制刀片的下压力，也就是说会把刀片压进皮肤里面。动作一快，你会很难注意刀片角度正不正确。动作一快，你会发现你在同一个地方来回刮太多次，无法对刮胡刀做精确的控制。虽然 Blade Buffing 的流血风险不大，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保护，使用 Blade Buffing 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刺激跟剃刀烧伤。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张激烈的海报，这个动作的轨迹是闪电型的，先做一个很短的斜切，再拉回，再做斜切。这种往后拉再往前推的动作跟 Blade Buffing 很像，但是它再加上了斜切的 Gillette Slide， 所以这种闪电型的轨迹并不单单只是 Blade Buffing 这么简单。长久以来大家都对它误解了。 Super Gillette Slide 是 Gillette Slide 的进化型，这个动作综合了 Gillette Slide 跟 Blade Buffing。 要实现 Super Gillette Slide， 我们必须把 Blade Buffing 融会贯通，保留优点，去掉缺点。 Blade Buffing 的缺点是： 1. 操作速度太快，所以我们要动作慢一点。 2. 使用冲力强行把胡子拉断。 3. 会重复刮过一个区域。 Blade Buffing 的优点是： 1. 短行程。 2. 最重要的一点，也是最被人忽视的一点，不要让刀片离开皮肤。我们从第2点不要让刀片离开皮肤往回讲，大部分的刮伤都是在第1刀下去的时候没有控制好刀片的角度跟压力，讲白话就是刀片切得太深。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，用锄头挖土，挖下去拿起来，挖下去拿起来，锄头每挖一次土，刀片就会切进皮肤一次。要避免刀片切进皮肤，就是不要把刀片拿起来又放下去，也就是不要让刀片离开皮肤。这是 Blade Buffing 的优点，
要把刀片一直保持在皮肤上。Bright Buffing 的另外一个优点是短行程，有短行程就有长行程。你可能听说过推荐使用短行程来刮胡子，因为短行程比较容易控制，并且容易保持相同的刀片角度。短行程你也容易掌握压力的大小。但是短行程的缺点是，因为脸太大，刀片行程太短，你必须一遍又一遍的把刮胡刀从脸上拿起来又放下去，这样又像锄头一样挖土了。长行程没有锄头挖土的风险，一次就可以刮比较大的面积，避免重复区域，效率高，但是不容易保持刀片角度跟压力，往往因为移动的速度太快而刮伤。短行程跟长行程各有优点，我们应该把它混合起来做撒尿牛丸。当我们将 Bright Buffing 去无存精，加上 Gillette Slide 斜切的动作以后， Super Gillette Slide 操作步骤就会是： 1. 倾斜刀头，做短行程的直线路径的 Gillette Slide。 2. 做完一个短行程后停顿一下，在停顿的时候脱力，释放往下的压力，调整刀片压力跟角度。这是第一级直上直下的技巧，我们将它融会贯通。3. 使用许多短行程顺应皮肤的弧度组合成一个长行程。4. 刀片全程一直保持在皮肤上，不要把刀片拿起来，不断重复 Gillette Slide 停顿脱力 Gillette Slide 停顿脱力的动作，把短行程串联起来变成一个长行程，整个过程都不要让刀片离开皮肤， Super Gillette Slide 就完成了。讲起来很复杂，操作起来是很简单的。有削过苹果皮的人就知道，要顺应苹果表面的弧度跟凹凸起伏来去皮，刀片全程都没有离开表面，每一刀下去之后稍微停顿一下，调整刀片的压力跟角度，然后才接着下一刀。这种停顿脱力停顿脱力的感觉跟 Super Gillette Slide 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只要再把刀片摆斜的 Super Gillette Slide 就完成了。当你在刮胡子的时候，想象你的脸就是一颗苹果，照削苹果皮的方法来刮胡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没有依照表面弧度的变化来调整刮胡刀，就会像这样。Super Gillette Slide 可以兼具短行程跟长行程的优点。短行程容易保持刀片角度跟压力大小，可以避免长行程速度太快，难以控制刀片的问题。因为刀片一直停留在皮肤上，不用反复的把刮胡刀拿起来又放下去，就不会让刀片有切进皮肤的机会，不会拿锄头挖土。许多短行程组成的长行程可以一直往前行进，只要你高兴，从台北一直行进到高雄也可以。Super Gillette Slide 克服了 J-Hook 无法做长行程的缺点，所以它挤下了 J-Hook， 排名第一名。Super Gillette Slide 不会有 Bright Buffing 重复刮同一个区域的缺点，它不用重复来回很多遍，花费的时间更短，效率更高。最后 Super Gillette Slide 做斜切的动作，可以确实增加刀片的切割力，像让锯子的刀片做正确的使用方式，也就是斜向切割切胡子的动作，不必再用冲击的力道来把胡子拉断，斜切也会比较省力。操作 Super Gillette Slide 要注意3点： 1. 行程比较长的时候，要顺应脸部的弧度，在停顿点调整刀片压力跟角度。 2. 慢慢来，比较快。 3. Super Gillette Slide 的路线是直线，不建议做海豹那样闪电型的路线，因为闪电型有刀片横移切割皮肤的风险，请永远不要让刀片横移。我们学了这么多刮胡子的方法，是应该将这些方法排列组合实践的时候了。
这是采用直剃刀，更能清楚看出刀片的轨迹。Super Gillette Slide 是一种集大成的终极的刮胡刀操作方法，是人类刮胡技术的精华，也是我个人经验的总结。你是 Google 不到它的。今天你独家得到了这个秘籍，请一定要试试看。如果你会开手排车，懂得像根指动作这种进阶的操作技巧，一套组合拳咻咻咻连招下来，完成一个完美的过弯，那种行云流水操作顺畅的成就感，就是手排车迷人的地方。这种满足感在自排车上是体验不到的。手动刮胡刀就像开手排车一样，比起大家关注的刮得干净、容易清洁、耗材便宜，我觉得富有操作乐趣才是手动刮胡刀迷人的地方。Gillette Slide J-Hook、Super Gillette Slide 就像进阶的开车技巧，你可以针对不同的部位采用不同的刀法，找出最适合你的刮胡子组合。不同设计的刮胡刀就像不同款式的汽车，就像轿车跟跑车的区别，可以带来的操作乐趣是截然不同的。帮刮胡刀更换不同款式、不同品牌的刀片，换个新的肥皂或是新的刷子，就像帮汽车更换不同的改装零件，新奇的排列组合，你都可以感受到源源不绝的乐趣，而且这种乐趣你天天都可以享受得到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帮助他们解决刮胡子的问题，相信他们也会感谢你的。